你今天还有牌子吗？是第4号，对啊，今年31岁。而且刻的是可爱的，这个我很可以耶，可以吗？所以你要竞争，你们两个来竞争啊！快点，就他4号只有这一个了。我会跳哇！真的是红牌4号，第一名。各位老板好，嗨，老板好，老板好，你们男人就这样子吗？你们店就这样子而已。哦，我们店了，我们店不好意思，我们还有更好的。好，那我就放心了。他只是一般的服务生而已。少爷，我也是其中一位啊。你刚不是已经打枪了吗？你为什么坐下来？哦，没有，因为我不用钱。免费是免费，要什么？因为我们店内非常多元化，有些人负责就是靠颜值，他就是很会讲笑话。来一个。确定各位姐妹，这个你们这个确定不要吗？那可以让给我吗？这我 OK 哦。老板好。我喜欢没有穿衣服的。我喜欢没有穿衣服，我喜欢没有穿衣服的，可以那个吗？可以脱一下吗？现在吗？马上吗？等一下。哦。干嘛等一下？现在吗？我们这局不是只定了1小时吗？对，要赶时间啦。够用吧？因为今天你们男人不管，但男模会管嘛。欢迎来到西地会馆。今天呢，就是姐妹们好好聊一下心事。所有的妈妈们都是聚会的时候都在聊什么？然后我后来发现你们都是约白天局，我们就是送完小孩就约起来了。对，然后就立刻喝吗？就当然了，早上喝酒啊！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演化到，妈，你不行哦。我没有喝酒，我已经戒酒2年了，我完全不喝酒。之前有讲，但还是很淫乱。对，所以我们2个可以晚上出去啊，因为我们单身啊，小孩不会永远在我家，所以我可以晚上出去啊。但我是要喝酒的。哦，没关系啊，我跟他可以做别的事情。什么事情？你们不是我们俩去的都是很正常，不是喝酒的团啊，但是也可以聊淫乱的事啊。如果你们的故事够刺激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一位我们店内真的就是很受欢迎的头牌吗？头3排。那我跟派翠克有发生什么？我要讲哦，没有要争故事。头3排哦。所以是有，哇塞，有的是优的吗？是颜值高的吗？有肌肉会穿衣服吗？一样是搞笑取胜的吗？没有，是海产，完全是没有海产，没有，是白白的，然后有那种都有3种不同款的。好，太好了，有小鲜肉，有运动型，有那种上班族，但是很有魅力的企业家。可以耶，太棒了，可以，我期待。我要好好讲故事。对，交换的条件是这个故事够精彩，就可以解放。好，那我先报一个，那我可以挑什么款吗？你可以，好，你一定要觉得你会赢了，是不是？我先讲有小鲜肉，然后还有魅力的那种放电型，然后还有企业家。小鲜肉，我要小鲜肉。我总觉得想要企业家，那留给你。好，就是其实妈妈们也都有暗黑群组，就很像男生传 A 片的那一种。然后我们都是传一些，就是2个包嘛，就是鲜肉包跟真的包，就是名牌包跟鲜肉，就是像宇文姐，她就会传一些她最近看到的鲜肉给我们看。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其实真的有在follow猛男的一个男生。就是韩国猛男团，然后他真的是铁粉，就是他到世界各地巡回，他都会想去买票。然后好不容易他来台北了，然后妈妈就疯狂说：“天啊，我的偶像来台北！”就前阵团。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好看吗？就是真的没看过，不知道那个现场的刺激感，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就真的擅自帮我们买票5张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还擅自帮我们买票嘞，你根本就蛮想去，没有，心里有点好奇，但是想说买票那么难买，他好像还是透过什么就是关系去买的，反正抢到时候我们就只好就是跟老公请假说我们的姐妹生日就随便掰一个，因为老公根本不会知道姐妹什么时候生日啊，就是我们还去信义区庆生这样。我跟你讲不夸张，真的信义百货真的是炸满了，我以为都会是这种40、50岁的妇女，结果全部都是20出头的妹啊然后我就已经彻底感受到那种魅力，性魅力，进去对，一进去会场，费洛蒙的味道，费洛蒙的味道，那个灯一暗啊，人都还没有，影子都还没有出现，就开始全场沸腾。我不知道你看的那一场有没有？很嗨，对，就灯光音响一下就哇，我想说
人嘞这样。然后真的，一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位置不是很好，就是他抢到的票并不是那个贵宾，你是坐第一排吗？没有，我坐很后面。然后我就是卡在中间，就是4、5排这样子。然后虽然可以进去4、5排很前面哎，但是完全没有用。因为你就是要摸，要干嘛？因为它要边边的你才能，你要边边的它才会碰。对，边边或他不是可以下来跟观众跨去的，他会下去，然后这样，他会wave，然后叫你摸他这样子，然后弄点油。如果你在很中间，他就也没办法这样，这样冲过人。然后我坐在4、5排，其实我有一直试着伸手，但还是太远，会挡到前面的那个贵宾这样。然后我就真的越看越不爽，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你看得到、吃不到、摸不到，还不如就不要看。对。对，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后半段，我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然后散场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姐妹就有点生气，我说：“你既然是粉丝，你既然要买，你就买第一排，还进第一排啊！你买那4、5排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私下在暗黑群组就已经约好那个下一站韩国。我有跟他下通牒说，这一次无论如何花多少钱都 OK， 你就是要买到第一排。请问第一排大概要多少钱呢？好像也要1万多哎。那你们可以啊，我们4、5排就4、5千嘞。我是去韩国看过啊，然后也是，所以你直接在韩国看，对不对？前面吗？第一排吗？我坐在很前面，然后我还被迫带了一个什么salon黑优的牌子，然后那些男生真的就是会跑到你附近。你有被摸吗？我没有。你有摸他吗？他没有在我前面跳，因为我其实一直闪避他的眼神。干嘛要闪？为什么要闪？很多真的迷妹啊，要让给那个真的迷妹们啊，我就去体验。不喜欢很扫兴哎。我就想说，我又不能跟他谈恋爱，他在那边晃来晃去。我也会觉得，如果没有后续，我不会。不是，就当场那个气氛，你应该要投入啊。聊什么天哪？好了，要不然你下次去坐第一排，然后你看看，你摸看看。其实我觉得韩国真的是一个很好去那边看帅哥的地方。像佩佩之前就是我跟他还有一些朋友一起出国，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对我妹妹我还真的是很不了解，因为那时候我本来以为佩佩就是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一个害羞的女生。你是害羞的女生吗？不是害羞女生。等一下，我这个故事我来讲。我跟你说，在我结婚以前，我觉得你是结婚以后，因为你刚刚停了一下。结婚以前我是结婚，你们俩是不是有一个人是离婚的？我现在单身，对，单身，对他你要坐去那边啊？对，我也觉得我应该离婚了。对，因为我们3个是会讨论一些鲜肉话，对，因为我们是真的单身就很棒。可是我们不是只能看，我们不用看而已，我们可以摸，大方的摸，而且你们可以真的使用它们，他也不会怎样啊，因为我就是可以随便私讯的，对，因为你们单身呢。对啊，我私讯拍脆客又怎样？拍耶，好好哦，好好看吧？因为我是结婚前的时候，因为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很久嘛，所以因为2个人也没有小孩，就不管去哪里，他都会跟着我。然后，但是反而结婚后有了小孩之后，比如说像我跟姐妹们出国，他一定要在台湾顾小孩，反而因此我去到夜店，就以前去夜店可能顶多庆生啊就走了那一种。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姐妹们就跟我说，你知道韩国的夜店呢有限制年龄的，好像38岁吧，还39岁以后的人不能进去。对，然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好像我记得更小吧，我记得好像过30就不能进去。没有啦，没有，是吗？是30，我记得好像32。总之我就好像只差1岁，那时候我差1岁我就进去了，然后姐妹们就带我进去了，我就大开眼界。然后我姐妹们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说啊，这里的人就是你要怎么玩，你要先问我。我就说我不可能玩的啦，就是我就是对佩佩说，我只要看到男生，我头都是低低的那种，然后我不会跟人家讲话，他都这样讲，然后我还信了。没有，我是真的是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就有一群韩国的男生来了，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们？那男生看起来都很害羞，但是还蛮帅的。他就说，我可以请你们喝酒。我说不用，我手上已经有红牛了。然后姐妹们就在我耳边说，就在我耳边说，姐你的意思，我就马上说，好，我喝完红牛，如果要喝酒，我再跟你讲。什么叫喝红牛啊？有多虚啊？我喝酒啊，可是拿红牛，对呀 ，fashion， 你可以拿一个什么妈妈当酒了，果汁气泡的那种，不知道，可乐都比红牛好啊。就不懂，那时候还不懂啊。但我后来知道了，然后后来他就一直跟我们聊天，然后他就说你几岁这样，然后我这样说。30，这样接 8的时候，然后结果我姐妹们就说，就30，然后就OK 30 这样，停在那。对，然后我就想说好，然后结果没想到后来他就
因为也看不清楚我们长什么样子嘛，他就一直约我下去舞池跳舞，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哎，我姐妹们在这边，我不想离开她们。然后姐妹们就说你就是要去，我们在这里等你，你就是要去，这样我们在这里等你，你绝对不会走失。所以那个男的真的有帅吗？还不错，高，还不错，高。然后后来他有加我 IG， 加 IG 之后我又被姐妹骂了，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加 IG？ 你上面都是小朋友的照片哎。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哎，所以我现在一直有那个人的 IG， 然后就很帅很高，然后可是你还有婚姻，你不能使用，你不如把它对给我吧。没办法。你跟他等下，你跟他还有沟通吗？没有了。我觉得他可能后来发现我们是谁，对，可能就刚才是常常跟我按赞，就是我的限动他都会看。哦，然后还有一次，等一下，你后来跟他热舞有热到就是很贴吗？没有就没有下去啊，我就没有跟他一起跳啊。你的故事让我很火大。对，好，我来补充。以前我们一起去夜到底要不要让我们的红牌出来爆点？我讲厉害一点，佩佩永远都是在那个就是入口处就说我很害羞，我真的不去夜店的，怎么样讲的，就是清纯少女般这样子。然后他说我跟你说凡，你千万不要随便给你的 LINE IG 什么的，就是会有留后患这样。我说我知道，毕竟是老司机嘛，不需要提醒。然后就进去之后呢，我的妈呀，第一个换 LINE 换 IG 的都是他本人，对，就是只要有帅哥来，他说好啊 IG 可以啊，然后脸那么近吗？对，然后我们全部都傻眼，然后刚刚在那个门口，而且反而是我们几个，对，我们真的拉他。然后更扯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喜欢玩这一招。韩国的夜店啊，他们都要丢卫生纸，你们有看过吗？就是他们会撒那个卫生纸，他们就是撒那个滚筒式的，然后就这样子会就是这样，就是像那个围巾这样，一片一片的，然后全部人就这样一起撒，然后就现场就超嗨。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毕竟是成熟的女子，想说这是哪一招这样子，要不然就真的下雪，或者是弄点泡泡，对，然后一直被撒卫生纸，感觉很浪费。结果这个小姐就很想捡起来擦汗，这个小姐就在场中央跟那些少男们就玩最嗨的也是她，然后最快热舞跟最快换 IG 的都是她，是扮出师来。没有，因为我有没有不小心亲到嘴的？对，觉得至少你要地咚，就是要在那边，要在那种厕所门口，对，我们才会放人，你至少亲个嘴嘛。可是他现在还在混那个，那就是有啦。你说没有？他抢你的红牛来喝，然后说我还这样子才行啊。亲嘴合法吧？好，喝一罐饮料好像有，就是男生不是请我们喝调酒，然后吸管只有一根，那他就去跳舞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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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嘛，然后那男生就喝他的饮料。对，要这样我也这样才好。我觉得这样不行啊，我们放不了人了啦，就要打烊了啦。讲课，来啊，打烊了啦。我以为你一定有，你可以讲吗？你讲，我敢讲哦。讲什么？我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妈妈群组。那个妈妈群组呢，因为我们很要好，我们已经认识了大概至少有30年了。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地方是，男生从小上厕所都互相看得到对方的那个尿尿的地方，所以他们都会玩那种就比大小啊什么的。男生都很了解，就是男生到底大概长什么样子都知道。可是女生很奇怪，女生可能连自己的都不是很常看得到，不是很了解这样。然后一直到了生完小孩之后，我们这些妈妈们才会开始探索自己。原来其实我的跟你的形状长得一不一样，我的颜色这样是不是正常什么的，我们才会开始聊。在餐厅会聊这些，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蛮常聊的。尤其在生完小孩之后，然后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就是更放得开，我们会甚至会去检查互相的身体的颜色。对，我们会去看哪里上面、下面、私密处都会。你说去餐厅的厕所，然后翻开聊？不会去餐厅的厕所，可是我们会去对方的家，就是我们聊到就是嗨处。不是嗨出来，就是我们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探索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你觉得我这个颜色是浅还是深？他说，然后我们就会看一下。我说，他们就会说，就那画面好奇怪，不是他就在你面前，然后你要脚张开，对，然后他可以打开，让他这样看。对，或者是用镜子，就是反射给他看就好了。对，就是我们会，因为我会说，我不知道我这个颜色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他说你是正常的吗？他说我的颜色很漂亮，或是有暗沉啊、深蓝啊。不是，那我也有在 KTV 跟人家比过里头谁比较黑啊，因为我们生完小孩，但叫爆，你说这种就算爆，对不对？所以妈妈看的是
私密处。但是你是到厕所跟拿镜子，我是直接说，哎，你看我这个旁边有男生吗？没有男生，就妈妈们的句，我就说这个乳晕生完是不是有变大？然后这个够不够黑？然后我说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要？好，我知道大家都着急了。对，乳晕哎。OK， 好，因为毕竟这个私密处我那个是第一次讲嘛。对，好，让你先选。好。我想问这3个职业哪一种有肌肉？来给你们看，我们这边3个都有肌肉，因为我们这边是有牌的啦。哎，你不要给他们看照片吧。有牌啊，要照片可以看，因为有时候人可以修图。哦。他们在那个 social media 上面是这样的照片，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好。然后我们有分种类的哦，比如说我们是从3开头的，什么意思？30几岁的，然后到20几岁的，然后到10几岁的，所以呢，我们就有1、2、3种选项，看起来不止10几岁。我觉得30几岁跟20几岁都很好。太小眼睛了吧？那个是你喜欢的，这不像10几岁啊，他很成熟，对，长得很成熟。但我觉得10几岁没有办法跟大姐姐，没有办法驾驭大姐姐。 10几岁都是我们的儿子哎。对啊，不行，我要有成年吗？有，当然，怎么可能会走？不是18、19啊，有可能。对，19、29、34，你们要哪一个？我要34。先是我可以选吧？是你对对，那我要34。你要这位吗？对，3开头吃冰淇淋的这位。对，那我们就要欢迎他出场了。怎么样？他是高的还是矮的？你只能用这个来判，只能用照片判断了。对，有点修图修很大。他如果出来165，你可以感觉那蛮高的吧？哎，潘翠克也才161啊。看一下，没有166。我看一下肩膀肩宽，因为我在意男生肩宽。好，这肩宽可以，可以啦，这可以，这肩宽可以。这感觉不像有修图吧？对，这不像肩膀修不，男生不会修肩膀。不是吗 ？Shoulder 嘛，来喽。对，好。那我们就欢迎这位34岁的鲜肉登场。看那个啊。很帅啊！尖叫出来吗？对，你好，谢谢你好，要不要坐这边？不好意思，因为是1点的，我做握手不行，你们有跟我打架？是要碰他 touch 他 ，Hello， 你好，对，你帮我们访问他一下好不好？我摸一下肩膀，可以，可以。他的手臂怎样？很重吗？哎，等一下，他为什么要穿着外套？这里很热，这样子。新闻你要坐下来之前外套脱掉，你不要全脱，腹肌的状况，穿外套来。天哪！等一下，什么话？你们是多久没有碰男人了？哎，但是谢允，不好意思，因为你是刚进到我们店，你还是要跟所有姐姐们做个自我介绍。哦，好的，没问题。是，来，有请。姐好，潘姐好，然后姐姐们好，我叫谢允。那我平常的职业是演员跟模特，然后我的兴趣是健身，还有学韩文。学韩文啊！哎呦，好棒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女生都有看韩剧，对，你会不会可以用韩剧那个韩文撩他们嘞？哦，好，有这机会吗？可以啊，可以。你跟他就好，跟好，那就来一段韩文的告白好了。哎呦，哇！等一下，我先问一个很重要问题，是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喜欢女生。可以，他看起来就喜欢，他看起来直的。 3、2、1，等，眼神要很有感情，放电。好，演员哦，3、2、1 ，Action！ 누나， 오빠， 나는너랑 계속 이대로 곁에 있고 싶으니까 누나 오빠， 사랑해. 오빠， 演进下去。所以你刚刚那句是说什么？很有哎，我想要持续的一直待在你身边，姐姐我爱你。哎呦，好天亮哦！所以现在单身，你看到这样的男生，你会觉得很心动吗？很可以耶，因为我觉得年纪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30岁的时候刚结婚，我会觉得说男生不需要有肌肉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反而觉得男生需要有肌肉，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逆天的一个状况，就是男生应该我们身材应该是越来越走下坡嘛。可是如果还可以保持成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有过人的毅力跟自律，对自律，还有管理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顶级。你30岁怎么会觉得男生不需要有肌肉啊？我不知道，我以前不懂啊，我以前就不懂这些，我以前就是
觉得说好像就是乖乖顾家就好，我现在没有，我觉得就是要肌肉帅哥，要肌肉要帅哥。练肌肉是希望另外一半有可以依靠的感觉。哇，所以可不可以坐在依依旁边让你依靠一下？需要依靠，真的，我现在需要依靠，我现在需要，对，就我看过看。为什么你不放在这里啊？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什么东西？不是，没有，不是你这里坐，没有，你坐一下，我觉得我坐错位置了，我要坐这里。你干嘛？你们是来消费的，是不是啊？一起聊到爱破晓，一起不睡觉，一起。比较可惜，我觉得周迅比较埋在这个音乐里面，没有表现出来。我就喜欢啊，就是直觉啊。他所以没有可惜 ，OK？ 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一起听团吧！他们讲的话都是很 murmur 的，还是要那个公主抱。公主抱，什么又被公主抱？怎么突然啊？我们没有看过，我这辈子没有被我这辈子没有被过耶，前夫没有抱过你，没有。哎呀，我跟你讲，因为后面还有2位要出来，你们还是要不断的提供故事哦。对啊。好，那我有一个劲爆，我来教大家。可是我不知道这样传授出去会不会以后就那些鲜肉都被抢走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的桃花运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他的人缘都很好。然后我们一起出国去韩国的时候，就经过那个游泳池。然后他就说，那边有一群韩国男生在看我们。我就说，对，你怎么知道他在看我们？然后他就说，因为走去游泳池的时候，饭店游泳池，尤其在国外，你要盯着大家看，盯着大家的眼睛看。如果他对你有意思的话，然后他会回看你，是不是？对，然后你也不用上前去搭讪，你也不用去邀约，或者是故意怎样，你就是只要盯着他看，然后他就知道你是可以。你说拉正前方这样吗？没有啦，就是经过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还是要继续走路吧。对，继续走路，就说我们来玩水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之类的，然后就盯着他看，对方就知道意思了。我就想说，哇塞，然后那个女生她常去哪里都会有艳遇。盯着那个人看，然后自己空戏水，没有啦，跟我们玩，在跟我们玩，跟你们玩，那一同时看那个男生，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学起来。然后他还告诉我一个小诀窍，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桃花运一直都非常的好，我就说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人家喜欢我们？他就说，你要很有趣，你这个人要很有趣，把自己变得很有趣。比如说像我，因为我笑起来很像庾澄庆嘛，很像哈林，他就有一次就跟人家说，有吗？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吗？大家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他有一次就跟那个男生说，你看他长得像谁？他长得像谁？然后佩佩你笑一下，我就这样。他说像不像哈林？像不像？然后男生就觉得好有趣哦，就是处处都充满了一些各种的笑话。然后那个男生就喜欢你哦？没有啦，他就会觉得这个女生很有趣。你觉得就是那个朋友，Q你的那个朋友，对，所以他就教了我一些手段。然后，所以倒霉的是你啊！对啊，你被嘲笑那个人，你是不是搞错逻辑？接下去，我这个一定可以，我拉下去，这个招数我也知道，因为他刚说游泳池，你要假装自己玩，自己玩。我现在就想到弄那个小眼睛出来，用字选词，我有点急了，先请他出来，看有没有请他出来。就是游泳池，他说游泳池有些引戏水，对我也是有一次跟好姐妹啊，就一起出国，就是戏水嘛，然后我们是在巴厘岛那种地方，你知道巴厘岛的游泳池有一种是，就在那里，你现在嘴巴已经开始装可爱，对不对？可爱啊！你这很恶心，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很恶哎，你这上巴厘岛游泳池啊，你说很奇怪，就怎么有男生出来别这样？两个人你可以装可爱嘛？你知道一开场是不是老鸨样？真的是老，我告诉你啊，只要身边那男生。就聊天就好了。我弄红绿的颜色。好，但是我跟你讲，眼镜装可爱，你要设计，如果你要设计让男生过来搭讪，有时候呢，其实呢，你不用故意装的。好吧，你很想装也可以啦。对，好，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那个我们也是朋友，就说泼水啊，他一直在看我们啊，什么。我后来有一招真的超级重。就是那时候巴厘岛的泳池啊，就是他们有很多口，可能是信仰，就是有点像什么狮子还是什么，就你知道有一个有水流出来，喷出来，就时间到会喷出来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要怎么引起他注意呢？然后我就这样泼一泼，我就想说，那我就到这个口这样子啊，什么什么。
我告诉他整点，水直接水柱这样砰喷出来，喷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冲掉我的人。你被水泼的时候是连头发都一起这样乱掉。没有，就是他那个水柱是整点，但我也不是故意的。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也只是刚好在泼，可是我就天生可能有喜感，就刚好他那个水柱就是整点就砰这样冲过来，直接泼到他也不是冲掉我整件泳衣，就是那个画面很就是歪七扭八就对了，很好笑。但后来那个男的就只有走来我这边，他说你太可爱了，他说我没看过这么率真的女生。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很冒险呢。对啊，你这个要是真的冲掉的话，冲掉一般人太难褐色啊，还好吧？你不是不能露那个给人家看吗？我想到一个，就是我的几个姐妹，然后她们有次去香港，对，我没有去，但是我听到这招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姐妹们。就是她们看到一群男生一桌，然后觉得那桌男生的质感很好，但是她们两个女生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个比较年长的那个姐姐，她就很厉害，她就这样子，就是在那个男生他们那一桌旁边这样晃来晃去，晃，然后她就这样子，你们刚好看到我放在这边的花吗？因为我刚买了一朵玫瑰，但是我找不到，然后就要到处找，然后就是讲完话之后他就离开，然后他其实是把那个花放在旁边，放在他们附近，然后那个男生他们就看说，那个在后面呢，然后他们就对到眼之后，然后他就说那要一起喝一杯嘛，然后就这样开始超级自然，然后他们那个晚上就一起玩了一整个晚上。假丢东西，如果没有花怎么办？就拿手机，对啊，都是钥匙、高跟鞋啊，高跟鞋你就往那边放啊。你有看到我那个计程车的招牌吗？掉了，对啊，这里啊，它是有吗？它可以胸贴啊，胸贴你就乱贴，这样子不值得。它可以胸贴，这个比你那个水柱的好用。可是我告诉你，帅哥他都，你问他，帅哥比较喜欢特别的女生，这种老招，如果你是碰到海人，老招。好，谢宇，你要水柱喷胸罩，还是你要姐姐们假装东西不见？水柱冲出来，我应该是过去是问你还好吗？对，所以我是不是你就主动过来啦？所以另外一个是好像印象深刻会是被水柱冲。哎呦！好了，郝韵文让你可以，帮你弄出来吧。帮你弄出来。小眼睛那个19岁的吗？他的如果我说真的，我叫男模，我不会叫这种啦，我也会觉得有点，但是你叫男模，你是常叫是不是？是过哎。但我是说他的样子，如果出来真的是这个样子，这是典型我喜欢的样子。但不要太瘦，是很像你现在喜欢的那个男生，很像，就是白白斯文，对，但不能太瘦，就是最好是有点，要体型要像白云哥那样，没有太白云了，然后要高矮我不介意，我是真的，我交过很多男朋友，他出来157，我们有做过小个子那一集啊。我交过最矮的男朋友有一两个，年轻的时候在夜店，就我们有见过，都是。我有教过164、165的，就比你还矮。对，我167，而且你会穿鞋啊，所以如果他出来163，你也 OK。OK。好急哦 ，OK。好了，不在乎身高。那我们就请他们欢迎他出场了。不好意思，有人点哦，19岁的哦。哇！是这位吗？变紧了。本人好年轻哦，本人眼睛没有那么小。燕景，不好意思，先跟所有人打个招呼好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你不要屁股对镜头。来。你要看着姐姐啊。好忙。大家好，我叫唐燕景，今年19岁，现在是世新大学大2生，然后也是篮球队队员兼妈宝。哇，打篮球！我2个女儿都是篮球队的，我们正在请篮球家教哎。水在你那个嘴唇很，我就是撒娇。那你可以当我女儿的篮球家教吗？可以啊。那你要不要想办法运点就是假装这里有篮球，空运。对，空运吗？空运来我的身边吧，我想看一下你的身手是有没有很敏捷，胯下的那种。对，我就是你的篮筐吧。胯下。等，你这样看起来很不灵活哎。要球。没有，你就假装有。输的时候会有。对，因为我们后置很强。好，这样。胯下背后。篮筐在这里哦，我就是你的篮筐，快点投个3分球吧。这样。后来。这么远，3分球不是3球。快点来灌篮吧，灌篮姐姐吧。好。
我觉得他不行。对，然后这种就是你知道社会经验不够多，你知道吗？姐姐这种坐在姐姐旁边，这种他想要坐我腿，是你要坐我腿吗？没有，这蛮高的耶。你几公分？身材很好185，很高。有女朋友吗？没有。如果我们没有要进展到男女的关系，因为我看你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那你有缺干妈？我是真心的，我觉得你要保养她。干妈呀，干妈不是没有肢体接触的，因为我没有生儿子嘛。所以干妈是可以做什么？给她钱，零用钱是不是？可以，我可以生她，我47耶，当然生得出来啊。您母亲贵庚？60。你妈妈很晚生你吗？哦，她60的话，妈妈是几岁生的？我妈快60了，她现在59，但我都喜欢讲60。对，可是60减19算是比较晚生的。哦，40岁才生。哦，所以你看到她会不会觉得她不像妈妈？姐姐。哎呦，那个嘴。星座的。巨蟹座。好适合我。好星座哎。你什么星座？何宇文？摩羯座是配的，真的。那你应该很温暖呢。我的朋友都讲什么？那你我们聊起来，我们约周末你来我家教我女儿打球，然后打完球会累，你可以在我家洗澡，帮你做饭。洗澡不是啦，打完球会流汗啊。我觉得湿纸巾就好了啊。对，毛巾让她擦一下。毛巾也可以，你不洗没有关系的啦，真的。哎，燕景，你有没有遇过有女生追求你，然后她是真的追到你，就觉得说哇，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了？这种强追的这种，我没有强追哦，我没有说你哦，我说他有没有遇过？其实我是到大学我的异性缘才开始。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以前没有很好看，然后我也是因为运动之后，他身材变好。是戴完牙套之后，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喜欢健身，所以我都会自己去健身，然后。因为我对自己的皮肤管理也蛮重视，所以我也不会吃太油太辣的东西。这样子。跟我很搭，我也很喜欢运动哎，我喜欢瑜伽，我是瑜伽老师吧？哦，真的吗？对呀，就是你打完球最重要就是。何宇文还说你教他一个瑜伽动作。哦，往前弯吗？哦，下犬式好了，来，下犬式是什么？是什么啦？我是不是有一点运动员可以一起我是不是一直有一种臭婊子样？没有。那我们就这样啊。然后燕景，你穿的外套会不会不好做？不会啦，你看有点热。哇！来了，姐姐们，他这就是刚练，他这种是刚练，是嫩皮，就是你看这个刚练。对，这样子。对，我们现在是桌子式嘛，然后你慢慢把脚尖踩下去，然后臀部往后往上推，然后身体成一个成一个三角形哦。你等一下，我会拉你一下屁股哦，我是为了就是我有伸展到，对不对？有。他刚教出来。没有，瑜伽老师真的会这样拉，真的啦，这样拉伸嘛。然后你膝盖打弯一点，对，因为你膝盖打弯，然后臀部一样往后翘。我们先拉背，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的，是不是有觉得背先踩到？有，脚太高，脚慢慢的把你的脚推去。他筋没有那么软，你筋没有那么软，对不对？伸展到腿还可以吗？我还可以，你还可以，他也可以。对啊，所以你可以，然后你慢慢的把腿打直，然后试着脚跟放下来一点点。对，很棒。以男生来讲，肩膀放松一点哦。然后感觉你的脊椎顺顺的，这是真的啊，就是瑜伽课真的会这样做啊。你看看姐姐做有多标准给你看，我筋骨很软哦。真的好软哦！需要燕景去帮你调整吗？其实不需要，如果你想看劈腿，晚上来我家看。OK， 怎么样？这样也开心了吧？哦，超开心，而且还就是表现出很专业的瑜伽老师。而且我喜欢他这种，就是他比较纯，就是没有被开发，比较纯 pure， 就是你随便讲什么，他都会害羞的笑。这个演不出来的，对，你知道，就是那种油条的那种，就是演不，我知道，他还没出社会耶，当然还在大学。你刚眼神多像小狗啊！好可爱你也要体验这个事情，你是开心什么？你喜欢的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很单纯的眼神。他的眼神跟我装可爱眼神有什么差？你眼神真的好不好？你眼神充满各种历练。哦，对哇。好，等下还有一位，快，谁要提供故事？对啊，要爆点啦，哇，
哇！可是我喜欢的被选走了。抢出来后还是你喜欢的？抢了啊！好啦，其实就是我有个朋友，他离婚之后啊，就开始就是都跟20几岁的鲜肉交往，但他不是真的就是交往，他就是一个换一个，一个接一个。20几岁那个跟他真的长得很像，我看不给就是很像。好啦，然后我们就其他已婚妇女就很羡慕那个离婚的姐妹，就说凭什么你就是可以一直跟20几岁交往，而且还一个接一个？他几岁？他也40几。他很开心，比我厉害很多。而且我跟你讲，女生真的是就是有做就有差。他整个人容光焕发，哎，就是以前年轻，对，有发生关系就会整个人就亮起来，那个荷尔蒙，然后整个肤色肤质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样子。然后我们不都会约，就是送完小孩 KTV 吗？然后他每次都觉得就是这样对不起我们，因为每次都他一个人在那边自嗨这样。他说：“姐妹，我今天有准备惊喜，就跟今天的局一样。”我说：“什么惊喜？还不就是送护唇膏什么的，就完全不期待。”就包厢门一打开，全部人就是尖叫，哎，一群，因为他的同学鲜肉再带同学来，一堆同学来，哇，然后都是可爱的，对，都是这种就是可爱的小，所以也就是说，你世新还有一些同学嘛，对不对？就是啊，这就应该是整个篮球队约出来啊，下次整个篮球队来，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后卫，有时候要中锋啊，你是打大前锋的，像我喜欢，对啊，我喜欢后卫，我喜欢速度快，我也喜欢后卫，后卫冲刺很厉害的，我跟你讲，那2个后卫，好，我找小心就今天还要的后卫嘞，然后因为就太开心，你以为是饮料啊？对，然后因为又在 KTV 就没有就是隐秘的空间，所以大家就真的是放开来玩，你玩到什么程度？什么放开来玩？到底要玩到什么程度？他们会很多游戏，就年轻人的游戏，然后就会惩罚这样子，然后惩罚就是说，那你要给我壁咚，或者是那新娘抱什么的，就是会真的把我们这样抱起来，然后转一圈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你的心都已经这样所以你觉得新娘抱壁咚还有那个什么转一圈哪一个最心动？我觉得壁咚哎，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对不对？因为玩很开。还有谁？哎，这个来了，我觉得这个本人应该会很帅。这位是29岁的，对。这种年纪，他看起来是帅的，而且这种年纪最好用。为什么？他有过一些经验，用字遣词。我就说他有过一些社会经验，又还不是很油条，而且他的眼神会稍微有点成熟，比那个弟弟成熟一点。他会有一点担当，然后又有一点调皮。如果你选的调皮，就是这种是30左右的是最好的。那我们换。那你先出来，你再决定啊。一凡一直要抢，我也喜欢这个，对。可是佩佩，但是你要高的，是不是？对啊，要高的，我喜欢高的，一定要180。你不喜欢高的？我不喜欢高的，我不用高。你是异类，对我高。这看起来好像也是没有修图修很多，对，这也是 OK 的，对。那就请他出来。好，欢迎他。29岁的有人点了，19岁的有人点了。哎呦，阳光哦，有点像港星哎。你好，算是可爱型的，你好，蛮阳光的。先跟老板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转过来，不要背对。好，也要看到我们呢。好。好为难。呆萌。嗨，大家好，我是小冉俊文，29岁。你是做什么？你好。你在做什么啊？我是演员。现在有作品出来了吗？有一些。什么？我有演过《火神的眼泪》。真的哦。对，还有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吗？是2部作品。我有看我们与恶的距离，我有看。你是在演哪一个？你要离我这么近，那你就坐这好了。明天我演的。没有，那你有演救火的那个吗？那你就是他现在那边失火了，你赶快去救他，你一个就是走过去。等下你是消防员吗？你在戏里？对啊，你赶快灭火一下。现在尸体着火，你就说 fire， 好热，对，要讲 fire。救火怎么演？干妈这样子讲，好为难他哦。可不可以讲这是那个啦，水管？对，太好了。我让给佩佩，因为佩佩一开始就说她喜欢这个。好，你是说招火，然后就要拿水射你。好。从这边过去。就是已经把火扑灭之后，然后开始把人救出来，然后 check 他的呼吸，然后发现他没呼吸了，然后赶快亲吻他的嘴巴。有个呼吸 CPR， 他没有呼吸了，对， OK， 直接对，你要先这样，对，好，
好，小冉准备好了吗？拿出真正演员的气氛好不好？我先从周围的火势开始。好，好，所以我还在找火，他有设定，他有设定。好，你自己演哈。好，3、2、1 ，and action。找火。他会杀手锏，糟了，怎么办？就没有呼吸了，怎么办？好热哦，我觉得不舒服。谁觉得？我这里痛，受伤了。怎么办？怎么会是受伤火啊？着火了！我在现场跑不动。怎么抖的？怎么抖？那你还把它放地上，好接近地面，很接近地面。地板，放地板，然后他没有呼吸，没有呼吸了。对，你不是专业消防员吗？不有点重。你好吗？不好。没有呼吸。不好意思。他快死了，你好吗？比较好了，还是有点晕。周喝酒吗？可能还是再多一次。再做一次。哇！等一下，他是离婚的人吗？他不是，是一啦。好多了。哇，多了吗？哎，为什么？我觉得好像都好了。那就好。都好了。所以刚是你救我的吗？不是，不是，大家一起救你的。哦，还有很多灵异的消防员。我只有力量。而且他会一直牵他的手，一直牵我的手啊！所以有没有加分？加分，可爱。他看起来很害羞。谢谢，我要送你大礼物了，怎么办？等下送你大礼物，快牵过来。你要过去坐那边，坐在他椅背。那边好了，福利换你。不是你坐着，然后你坐他腿上的。好，那你坐这边。哎，这是谁点出来的？其实他点的。可是一凡，因为一凡一心一意还是爱着这位。还有吗？你今天还有牌子吗？没有彩蛋哦。派翠克很多啊，派翠克可以。我是第4号，对啊，今年31岁。好，快去，快！来，大家，怎么样？自我介绍吗？小冉他没有清纯，等一下，但是他摔倒没有清纯的样子，对不对？就是没有那种很 pure，跟那小奶狗不一样哦。对，他刚拍翠克的是可爱的，这个我很可以耶，可以吗？所以你要竞争，你们俩来竞争啊！快点，就他4号只有这一个了。我觉得拍翠克很可爱，你可以接受的是几岁到几岁的？到我40以内都 OK。不好意思，41、42，你是说71以内，72我就不行了。不好意思，我70。他说+1，他说年纪。因为他是我们店内就是最幽默的一位，你会希望他呈现什么样的幽默感？我会希望我觉得他可以跟我热舞。就是有搞笑热舞，男模会馆那种，对，那种哦，好啊，可以啊，可以好。那你要坐着吗？我站着，就来个黑桃 A，你要让他有音乐吗？被发现了。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新娘抱准人圈，因为他很会新娘抱，他要假的，他很会新娘抱，很会新娘抱。来，开始了，好帅啊！我要追你。第一名，
怎么有点喘？厉害。对，有水吗？噎死哎！后面那边有抢几杯了，他赢了，他赢了，好赢哦！现场的女生，你们真的觉得第一名是他吗？是，真的假的？大赢！哎，会跳，然后会耍帅又可爱，然后还可以抱得起来。他刚才跌倒，还可爱，搞了半天。没有，所以他刚才是他比较优，可是他刚才运球很像狒狒，他就是有很多期待啊，因为你不会想要，就像。如果你去男模会馆，你真的想跟他们发生什么吗？我就不会，你就只是玩玩嘛。对啊，玩玩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潜力比较。所以宇文还是坚持要19岁的。我要他，因为他不会玩我啊，就是这种有可能很。然后张宇你要派出确定我其实喜欢比我成熟的。他喜欢年纪很大的。我没有喜欢年纪很大的。他喜欢，对，他60几吗？我喜欢被照顾，我不想要照顾底。他说他要50岁以上。我没有要50岁以上，但我觉得刚刚那样派翠克，我觉得最 OK。来，我还是会选他，因为他刚才就是会一直拉着，不对，而且会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是好像会很黏姐姐，很可爱这样。对，他就会一直这样子，好可爱哦。那我这样是不是对我的这个不好意思？会吗？你可以当小的，你可以当小的，他当大的，你当小的。好，你2个，我1分没有，我选派崔克哎，你也选派崔克，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很聪明，会让我想笑的人。对啊，你知道帅哥就是很帅，可是看久了还是会腻，就像美女一样。可是他是永远会让你有惊喜的那种。我觉得今天的结局太棒了，派崔克退出演艺圈去当牛郎。今天牛郎诞生了，欢迎刘柏成。是哦。放心，下一集不用录了，直接去那个。直接上班是不是？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